我是在一个雷雨交加的晚上决定嫖妓的。这句话听起来像小说开头，但对我来说，那就是人生的某个转弯处。其实也没什么戏剧性，也不是因为寂寞到极点，也不是失恋，也不是老婆不要我了。老婆还在，孩子也在，只是那天我走进了文良港，一家叫幸福阁的理发店，理了个头，发现人生可以在热毛巾盖脸时有别的可能。我叫开尼，42岁，做物流的，不是你想象中在机场穿反光衣挥手的那种，我是办公室里的，管表格和货单的，中年人里很中年的人，眼角有点皱，肚腩也出来了，笑起来像张卫健退休后。那天我本来只是想修个头发，然后早点回家吃老婆煮的猪脚醋，结果那女理发师问我，先生要不要做 special service。他的 special 发音特别有弹性，好像嘴巴里含着口泡泡糖。我那一秒脑子空白了一下，我说 special 剪眉吗？他笑了，摇头，手却按着我肩膀，像我妈小时候让我写功课的样子。我心想，不就是传说中的？不是说现在很多理发店都这样的吗？我当然也听朋友说过，特别是阿兰那个死鬼，每次喝酒都说这些地方比你老婆温柔，但我一直以为那是他编的。我点点头，说那价钱怎样？他比了个手势，3根手指，我以为是30。我心想现在剪头发还送 bonus， 太划算。结果他说300，我心里哇了一声，脸却没变色。我中年男人最擅长的技能之一，就是听到贵价也要装作平常。我犹豫了一下，点头了。其实当时也不是很清楚点了头之后会怎样，反正想体验一下人嘛，40多岁不是一世，以后牙掉光了也没机会了。他带我去楼上，是个小房间，灯光黄黄的，有点像早年 motel。 床边有张小桌子，上面放着湿纸巾、护肤油，还有一只白色的 Hello Kitty 杯子。他走前说，你等一下。然后另一个女人进来了，大概30出头，浓妆艳抹，身材不胖不瘦，眼神有点冷。我本来以为他会笑一笑，说句嗨帅哥，结果他只是看了我一眼，说躺。我像听到医生说脱裤子那样乖乖照做，然后过程就怎么说呢？我可以用一个字总结，快。不是我快，是他快。他像是在打卡下班，动作精准，语气冷淡，连灯都没关。我整个人躺在那里，心里想着猪脚醋快凉了。完事后他收拾一下，说可以了。我穿好衣服，发现裤袋空空的3张，紫色钞票确实有点不佳，但脑袋里却多了一点东西，那是一种说不出的荒谬。我走下楼，那个剪头发的女孩又笑着跟我说下次再来哥。我说看情况。回到家，猪脚醋果然凉了。老婆看了我一眼，说剪个头发剪到10点。我哦了一声，说人多等很久。他没有追问，他这几年已经对我这些标准答案麻木了，就像他每次说你不要再抽烟了，我点头。他知道我不会改，我们之间的默契已经内化成沉默。我吃了2口，肚子有点空虚，心里却是满的，不是那种幸福的满，是怎么说呢？一种像被油腻快餐塞住的饱，明明吃了，但胃不舒服。我那晚没睡好，梦里不知怎的，那个 Hello Kitty 杯子一直浮现在我眼前，好像在提醒我做了什么见不得光的事。但更奇怪的是，我心里竟然不太后悔。第二天在办公室，我坐在电脑前，脑袋像个断线风筝飘来飘去。老板走过来拍我肩膀，说凯尼，你最近是不是压力大？我一愣，说你怎么看出来？他说你开 Excel 开到 Facebook 去了。我只好哈哈2声，装作自己还很幽默。其实我哪里是压力大，我是走神了。那个女人的脸，她的冷淡，她的动作，她那句可以了，在脑子里反复播。那天下午我约了阿兰出来喝茶，我说你以前讲的那种，我昨天试了。他眼睛一亮，像发现我终于升级当男人。哪里？
他问。我说文良港，幸福哥。他笑了，说哪间啊？救护来的。我说我第一次。他沉默了一下，点点头，语气突然柔和。第一次会有点怪，就像第一次抽烟、枪，但会上瘾。我皱眉，会上瘾。他喝了一口咖啡，说不是每个人，但你要小心，一次太容易被第二次。我没有回答。其实我心里很清楚，如果我真的再去第二次，不是因为欲望，而是因为奇怪的空虚。人到中年很容易寂寞，但最奇怪的是，寂寞不一定是没有人陪。有老婆有孩子有朋友，也可以寂寞。那是一种别人摸不到的洞，只有你自己知道它有多深。几天后我又去了，这次不是去剪头发。我很坦白地推开门，对那前台姑娘说 Special。 她笑说你上次那个。我说不一样的可以吗？她点点头，把我带到楼上。我进房前有点紧张，不知道会遇到谁。结果进来的那个叫妈呀，她比上次那个女人年轻一点，笑容也自然些，像是熟练了表演的服务员。她问我第一次来，我犹豫了一下，说第二次。她点头，开始熟练地脱衣服。我看着她，突然问你几岁？她一愣，然后笑笑说够岁就好。我没再问。过程比上次柔和些，她会偶尔摸我头发，轻轻喘气，还会说些你不错啊之类的话。我知道那是套路，就像推销员告诉你，你买这款是有眼光，但人到某个年纪，有人骗你也觉得温暖。完事后，我躺在床上，看着那黄色的灯光打在他背上。他点了支烟，我本来想说这里能抽烟，但想了想算了。他看了我一眼，说你是不是最近心情不好？我说你怎么知道？他吐了个烟圈，说通常第一次来不会那么快回来，你是想聊天多过做爱。我笑了笑，没有否认，他说的没错。从玛雅那晚回来之后，我开始习惯一个习惯，不是重新养起一个旧习惯，晚上开车兜风。我大学时常这么做，尤其是在压力大的时候。现在我又开始了，不是因为压力，而是脑袋里太多杂念。开着车，听着电台播夜风情话，路灯从挡风玻璃一盏盏掠过去，好像时间也跟着被拉长了。马来西亚的夜晚其实很适合思考，尤其是 KL 这种城市，不睡觉的人很多，像我一样游走在黑夜里，不知道想找什么，只知道不能马上回家。玛雅成了我熟悉的一个人，奇怪吧？一个你付钱给他的人，反而让你觉得比较亲切。他不像老婆那样问你工资几时入账，不像客户那样问你货到了没，也不像朋友那样装懂人生。他什么都不问，他只是坐在你身边，有时候抽烟，有时候不讲话，那反而让我放松。第三次我去找他的时候，他说你每次都好像不是真的来做这个的。我说那我来做什么？他看了我一眼，说你像来逃难的。我愣了一下，笑了，说你是读心理的。他也笑，说以前读半个学期辅导课程，后来没钱读下去了。我说你有在大学读过书？他点头， UM 1年，后来家里出事，没办法。我突然不知道要说什么，只能哦了一声。那晚我没提早走，也没马上穿衣服，我就躺着，他也躺着。天花板的风扇慢慢转，好像我中年的脑袋嗡嗡作响，但转不出个答案。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开始期待每个星期去找他一次。有时候我们甚至没做什么，就是他泡了2杯 Melo， 一起坐着聊天，像两个邻居在阳台吹风。他讲他小时候在居銮住的老屋，讲他的爸爸很喜欢钓鱼，讲他有一只叫摩卡的猫。我就听着，有时插一句，你猫现在怎样？他说死了，15岁。我心里突然抽了一下，不是因为猫，是因为他说那句话的语气，像是在讲一件早就放下但还是有点疼的往事。后来有一次，我放工后直接开车过去，
结果他不在。前台的女孩说他请假了，家里有事。我站在原地，不知道该不该上楼。最后我说算了。我在车里坐了半小时，点了一支烟。是的，我又抽烟了。中年男人说戒烟就像政府说减少车贷压力一样，好听而已。烟抽到一半，阿兰打电话来叫我去打麻将。我说不打了，累。他笑说你是不是谈恋爱了？讲真，我老婆都没看我这样专情。我说有点像，但不是。他那头沉默了一下，说你小心点啊，那个世界假的比较多。我说我知道。他说你知道个屁。我没有回他。其实他是对的，我自己也知道这个感情80%都像是我脑袋里硬凑出来的幻觉。他对我笑是因为他职业要求，他对我说话是因为我付了钱，他听我讲废话是因为我给他时间表。可人有时候就这样，即使知道前面是死路，也还想走几步看看风景。妈妈请假那一周，我觉得日子过得特别慢。我还是照常上班，回家吃饭，装没事。但我心里知道我在等一个人，一个我本来不该等的人。说穿了，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关系，这个词都显太庄重，只有一些脆弱的习惯和交换。礼拜五那天，他突然发了 WhatsApp 给我，一条短短的讯息，今晚你来吗？我盯着那几个字看了10几秒，没打字，先抽了一支烟。点火的时候手指还微微抖了一下，不是激动，是一种莫名的不安。我回可以啊。他说10点前来，我等你。我8点吃完饭就假装头痛，说要早点睡。老婆没多想，还帮我拿了Panadol，说别熬夜。我点头，心里有点愧疚。但人真的很奇怪，良心这东西有时候静静地躺着，等你过了那条线，才慢慢伸手拉你回头。我还是去了。他没穿工作服，是件灰色 T 恤和运动短裤，像个普通人。他笑着说我今天不上班，专门等你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那句话听起来像电视剧里女主角讲的，但他语气却很轻，像说今晚不下雨。我们那晚没做什么，就是点了炸鸡，边吃边看 Netflix。 他喜欢那部 Crash Landing on You， 说玄彬很慢。我说你不是喜欢年纪大的。他咬了一口鸡，说玄彬不算小了，比你年轻一点点。我说那就是小。他笑，眼睛弯成2个月牙。那一刻我突然有种奇怪的念头，要是我20年前遇到他，是不是会喜欢上？但我们都清楚，不是如果的问题。我们遇见彼此的时间刚刚好错。快11点时，他突然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做这个吗？我愣了一下，说生活所迫。他点点头，又摇头。一开始是，后来变习惯了。他顿了一下，看着我说你也是对吗？习惯一个人，也习惯了不快乐。我没有说话。他说中了，但我不能承认。承认了，就像承认自己一直都在撑着火，活得不太像人。他靠过来，把头靠在我肩上。我们什么都没做，就那样坐着。电视在播，玄彬开战斗机飞越38线，外面雨下得很轻，像窗外有人偷偷哭。我知道那晚的感觉不会常有，也不能常有。那一晚之后，我开始有点慌，不是怕老婆发现，也不是怕钱花多了，我是怕我真的对他上了心。一个中年男人最怕的不是没钱，不是没头发，而是心动。因为你知道你已经没本钱去动了，动一下可能连原来的日子都保不住。我开始故意隔几天才去，简讯也不回那么快。他有时候发来一句你好吗，我等半天才回忙。我知道这种小动作很小学生，但我真的怕陷太深。你看电影电视都知道，嫖妓动情通常下场不妙。可惜心这东西你以为能控制，其实他早就绕道走了。有一次我真想收手，甚至跟阿兰讲我可能不要再去了，
他一边在茶餐室泡咖啡，一边说：“你终于肯醒了。”我说：“也不是醒，是怕。”他笑了笑，说：“凯尼，我认识你20年了，你其实不是怕爱错人，你是怕人家不爱你。”我被他说中了。是啊，我不是怕他不是真心，我是怕他如果哪一天真有点真心，我根本没能力回应，我给不起未来，也给不起承诺，我甚至连晚上睡在一起都不行。我老婆就在隔壁。人到了这个年纪，爱一个人已经不像年轻时那样冲动，那种爱是一种尴尬的，带着计算和逃避的爱，是一种如果我年轻10岁我一定，但你不是年轻10岁，你是现在。但我终究还是去了。那天是星期六，老婆带孩子回娘家，我中午一个人吃了个叉烧饭，吃完不知道做什么，就鬼使神差开车过去。玛雅一开门就笑了，说：“你终于舍得来了。”我笑笑想说点什么，但嘴巴张开又闭上。她今天没化妆，头发扎起来，穿着夹击短裤和 T 恤。她让我进屋泡了杯3合1咖啡，说：“你想不想搬出去住？”我一愣，哈。她说：“你不是常讲你不快乐吗？你搬出来，我们可以一起租个地方。”我沉默很久，她看我没反应，就叹气说：“我只是讲讲，我知道你不会。”我低头喝咖啡，手心有点汗。那一刻我真的想说好，但我没说，因为我知道这一出口就不是逃避那么简单了，那是拆家、毁约、断关系。我说：“你以后打算继续这样下去？”他笑了一下：“我不想，但我不知道我还能干嘛。”我突然很想帮他，真的，那种想把他从这里拉出去的冲动，但我知道我帮不起，我连自己都快拉不动了。他靠过来抱住我说：“你是我遇过最不像客人的客人。”我没说话，只是轻轻回抱了他一下，然后我们就那样坐着，好像在演一部没有结局的小电影。从那天起，我有2个版本的自己，一个在家早上7点起床，送孩子去补习，帮老婆装煤气，晚上一起坐在沙发看 Astro， 看着那些重播了10次的肥皂剧，假装我们还有什么生活。另一个版本在那间小房间，在他泡的3合1咖啡里，在他说你来就好了的语气里，他不用考虑电费单，不用解释为什么笑了，他甚至不用说话，只要静静坐着就有人懂。我开始常去，每个礼拜2次，有时3次，不是为了做，而是为了逃。他也知道，有时我坐着1个小时，一句话没说，他就靠着我，把脚搭在我大腿上，说：“你坐着，我睡一下。”他的信任像一种麻药，让我越来越分不清这是交易还是感情。他不像以前那样一直扮演服务员的角色，我们之间的对话越来越随意，越来越像一对不能公开的情侣。有一天，他突然问我：“你想过离婚吗？”我盯着他很久，说：“想过。”他点头：“那你没离，是因为孩子吗？”我说：“是，也不是。”他不再追问。我们都知道，有些问题不是要答案的。几天后，我收到他的消息，我不做了。我以为他在开玩笑，回：“你累了。”他说：“不，是我真的不做了。我要搬回居銮，照顾我妈。”那一刻，我手机差点掉地上。我愣了1分钟，才打了1通电话给他。他接了，声音平静：“我妈生病了，医生说要长期照顾。”我没说话。他继续说：“我本来也不想一辈子做这个，我以为可以撑到年底，但突然觉得是时候走了。”我问他：“我们以后还会见吗？”他沉默了3秒，说：“你想？”我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他笑了：“那你就是不想。”我说：“不是不想，是不敢。”我们都笑了，但那种笑很轻，像纸一样，一吹就没了。他最后那一晚，让我去他房里，他没收钱，也没说什么，只是做了一顿饭，炒米粉、炸鸡、炒菜心，像我小时候在巴生吃的家常饭。我吃得很慢，
他也吃得很慢，好像这顿饭吃完什么都没有了。吃完后他说，我以后可能不会再回来这里，你也别常来。我点头，他突然过来亲了我一下，很轻，在我额头。谢谢你有来，他说。我没有哭，但走出他那扇门时，我知道我把一个世界留在了房后。玛雅走了以后，我的生活就像夜市摊位关灯后的那条巷子，什么都还在，但亮的东西没了。我是过去别的地方，甚至阿莱姆介绍了一间新开的，说里面有越南货，年轻温柔。我开车过去，在门口抽了一支烟，最后掉头回家。不是不行，而是没味道了。麻辣像是那种吃过一次后，其他什么都变得平淡的味道。你知道它是假的，可你还是想念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渐渐又回到原来的生活，上班、吃饭、放工、装睡。老婆还是那样，偶尔念我烟抽太多，偶尔叫我带孩子去打球，偶尔冷不防问一句，你最近是不是有心事？我总是笑笑说没有了，公司烦罢了。他也不再多问，他已经习惯我永远讲一半，其实我也习惯了自己不讲完。有一次我去剪头发，那个熟悉的文良港理发店，阿姨还在，说哎呦，几个月不见，瘦了点哦。我笑说压力了。她一边剪一边说，楼上关了落，现在没人租，整层空着。我点点头说哦。她没继续讲，我知道她大概也知道我来过不只是剪头发的。KL 这种城市大家都聪明，不说破就是尊重。我走出理发店的时候，特地抬头看了一下2楼的窗户，玻璃是黑的，拉着旧窗帘，像个闭着眼睛的老人。风吹过，有种很安静的寂寞。回到车里，我打开车载播放器，随机跳出一首老歌，张学友的《每天爱你多一些》。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突然鼻子一酸。那天晚上我回家后主动帮老婆洗碗，她吓了一跳，说哇，今天太阳打西北。我说突然想洗罢了。她说你中头彩了。我笑着摇头。洗完碗，我坐在阳台抽烟，看着马路那边几个小孩玩滑板，吵吵闹闹。我心里有点空，但也有点平静。玛雅没再联系我，我有时在电话通讯录看到她的名字，会发呆几秒，但始终没有按下去。我想这就是中年人的分手方式吧，不争不吵，不说再见，就是静静的不再联系，然后把那段时间放在心里，偶尔想起，像一场夜晚没开灯的电影，只有你自己知道它播过。玛雅离开后的第3个月，我收到了她的讯息，不是长篇大论，只是一张照片。照片里是一碗咖喱面，还有一个塑料椅子上的猫，灰色的，毛乱乱的，但眼神很有精神。他附了一行字，我妈家后巷来的，收养了。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，想回，但不知道要讲什么，最后只打了一句好久不见。他也没再回。但那一晚我睡前突然很想吃咖喱面，结果12点半跑去油站对面那个24小时档口，点了一碗，一边吃一边吹着风，心里有点酸，也有点暖。有些人你以为你忘了，其实你只是学会了不再随便提起。那年年尾，我陪老婆回她家乡过年，途中我们经过居銮，我看着车窗外那些熟悉又陌生的小镇建筑，想起他讲过的那个居銮的老屋，还有他爸爸喜欢钓鱼。我忍不住问老婆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我们年轻时候选了不一样的路，现在会怎样？她转头看着我说，你是说如果你没选我？我一时语塞，说不是了，我是说人生了，比如你如果没结婚，可能去外国教书了。她笑了，说你几时开始便这样文青？我说老了就会了。我们都笑了。有时候我觉得我和他之间也是一种交易，只是我们交易的是稳定和体面，彼此都没说破，也彼此满足。而玛雅是我在这段稳定以外偷偷碰到的一点温热。
像你在冷气房里喝的一杯热马洛，喝完了手会暖，但不能长时间握着。过年那天晚上，放完烟花，我们坐在屋外的躺椅上，老婆靠在我肩上睡着了，孩子们在屋里抢红包。我望着夜空，想起那间小房，那碗饭，那杯3合1，还有他说过的那句话：你像是来逃难的。是啊，我曾经逃过，但最后还是回来，因为这里虽然没那么温暖，但是我真正的生活。我低头亲了老婆额头一下，她迷迷糊糊地说：干嘛突然这样？我说没什么，想亲就亲一下。她哼了一声，又睡了。我仰头望天，天很黑，但星星还在，静静的不说话。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留言、投稿，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男人故事。